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在过去2年里 ，AI 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要知道，像 GPT-4 这样的大模型，光是一次完整的训练，成本就可能高达数千万美元。与此同时 ，GPU 供不应求，算力的价格一路水涨船高。这背后意味着一个新的机会：谁能提供更便宜、更高效的算力，谁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科技巨头。AI 算力的竞争本质上就是新的石油竞赛。在这样的格局下，全球的云计算几乎被 AWS、Azure 和 Google Cloud 3大巨头牢牢把控。但是，在这3座大山的压制下， Nebius 一个全新的名字是如何走进我们的视野？它是否真的有机会成为改变格局的搅局者？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Nebius 的故事。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Nebius， 那就是独特。通常我们说的创业公司都是还没上市，依赖风投的钱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但是 Nebius 却完全不同，它是从 Yandex NV 剥离出来的，直接继承了这个已经上市10多年的公司的壳。这意味着它一开始就带着上市公司的身份，但在市场的运作方式和融资模式上却又像一个典型的创业公司。这也是为什么 TechCrunch 给它起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 The Publicly Traded Startup。 简单来说，Nebius 同时拥有创业公司的灵活性和资本市场融资的通道，这让它在扩张的道路上具备了常规创业公司难以企及的优势。2024年10月21日，这是 Nebius 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天。就在这一天， Nebius 以股票代码 NBIS 重新在纳斯达克开始交易。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全新的 IPO。 Nebius 并不是像普通创业公司那样从零开始走向上市流程，而是一个已经在纳斯达克挂牌了13年的公司完成了重生。这次交易本质上是恢复交易，因此我们不能把 Nebius 看作是一个典型的新 IPO 公司，它更像是在已有上市躯体的基础上完成转型和重组后重新亮相的企业。也正因为如此，它兼具了上市公司的合规与资本通道优势，同时又具备一家创业公司的灵活与新故事。要理解 Nebius 的特别之处，我们必须先回到它的前身 Yandex NV。Yandex 成立于1997年，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因为在搜索和广告业务上的地位，经常被称为俄罗斯的 Google。2011年5月， Yandex 在纳斯达克完成 IPO， 正式进入全球资本市场。那时，它的市值一度冲上数百亿美元级别，成为国际投资人最熟悉的俄罗斯科技公司。到了2021年底，Yandex NV 的市值甚至达到了310亿美元的历史巅峰。那时，它不仅是俄罗斯的科技骄傲，也是整个东欧市场在全球资本舞台上的代表。然而，故事在2022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展开了一系列制裁。作为俄罗斯背景最突出的科技公司之一， Yandex NV 的股票在纳斯达克被迫暂停交易。这不仅让投资人无法买卖股票，公司本身也面临着被强制退市的风险。但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画上句号。面对退市风险， Yandex 选择了上诉，最终成功争取到了重组的机会。这一过程极其艰难，前后持续了16个月。公司不得不彻底剥离俄罗斯的核心业务，只保留境外的资产和团队，重新设计架构。终于在2024年重组完成，交易得以恢复。到了2024年初，公司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与俄罗斯投资者达成协议，完成了对俄罗斯境内资产的彻底剥离。在这场交易之后， Yandex 不再保有俄罗斯本土业务，留下的只有那些境外资产与团队。通过这次剥离，公司达成了2个目的：第一，避免制裁风险，这样它才能在欧洲和美国的资本市场继续融资，为未来扩张提供弹药；第二，成功为 Nebius 塑造了一个纯粹的国际 AI 云公司的身份，摆脱过去与俄罗斯的历史包袱。也正因为如此， Nebius 才能在全球市场上以一个全新独立的姿态重新出发。在完成资产剥离之后，公司在2024年7月正式更名为 Nebius Group。 这次更名不仅仅是换了一个名字，更代表着公司战略的全面转移。从此以后， Nebius 不再是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集团，而是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 AI 云平台和基础设施上。它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在全球 AI 算力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与此同时，2024年3月12日，欧洲联盟也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正式解除对 Arkady Volok 的制裁。他此前因为被认为是俄罗斯互联网领域的重要商业人物而受到制裁，但在2024年初 Volok 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彻底切割了俄罗斯业务，出售了境内资产。在欧盟法院的支持下，最终这些制裁被撤销。这一转折点不仅洗清了他的政治包袱，也让 Nebius 能够以更加国际化、独立化的姿态站上全球舞台。如今 Arkady Volok 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总部，亲自领导这家新成立的 Nebius Group， 专注于国际 AI 云算力服务。目前，公司大约2/3的收入都来自于 AI 云基础设施，这部分的核心就是提供 GPU 及服务，帮助客户像使用水电一样按需获取算力。客户主要是那些需要强大计算机能力的公司，比如运行复杂算法、训练和微调机器学习模型，或者在大规模场景下进行推理部署。Nebius 的服务覆盖了完整的机器学习生命周期，从数据处理到模型训练，再到参数微调，最后是推理和应用落地。它不仅提供底层的算力，比如 GPU 集群、Kubernetes 容器管理、CPU 实例以及 LORA 微调、向量嵌入 RAG 能力。这意味着开发者不仅能在它的云上训练模型、存储和网络，还提供面向开发者的 MLOps 服务，像 MLflow、Spark 以及应用托管，帮助团队更高效地管理模型实验和生产部署。同时 Nebius 还打造了 AI Studio， 其中包含文本、图像、多模态等模型接口，还可以直接调用 Nebius 提供的现成 AI 能力。但是 Nebius 并不满足于只做一家云算力公司，它在更广的版图上布局了几个独立的品牌单元。这些业务有的直接延伸，有的则是跨界探索。一方面帮助 Nebius 拓展更多收入来源，增强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共同强化了 Nebius 的平台效应。无论是算力、数据、数据库，还是人才与应用落地，都能在这个生态中形成互补。我们先来看一下 Avride。Avride 是 Nebius 旗下非常特别的一块业务，它聚焦在自动驾驶汽车。大家可能熟悉 Google 旗下的 Waymo， 但 Avride 的故事也很精彩。它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继承自 Yandex 的自动驾驶部门，直接带走了大约250名工程师和科学家。这意味着它的研发基础、技术积累完全不是一个新创业公司能比的，而是有10多年的算法、传感器、仿真经验沉淀。同时 Avride 和 Uber 的关系也很紧密。Yandex 在俄罗斯和东欧市场与 Uber 有过合资合作，而 Avride 延续了这种合作关系，在北美建立了长期伙伴。Volok 曾经提到，如果进展顺利 ，Avride 甚至可能比 Waymo 更早推向市场全自动驾驶出租车。这背后其实是 Nebius 的多元化战略，它不只做 AI 云算力，还把 AI 能力落地到自动驾驶这种最前沿的应用场景。这部分业务虽然现在还在商业化探索中，但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也能给投资者带来未来想象力。接下来是 Tripleton， 一个和自动驾驶完全不同的业务线。Tripleton 本质上是一家在线编程训练营，主要服务对象是希望转入科技行业的消费者。我们知道，近几年全球范围内对软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AI 工程师的需求大幅增加，很多人希望转行进入科技领域。Tripleton 就抓住了这个需求，它提供结构化课程、线上实训，帮助零基础的学习者快速积累项目经验，获得技术岗位的机会。从财务角度看， Tripleton 的好处是现金流相对稳定，它不像云算力或自动驾驶那样需要巨额资本投入，而是以教育订阅的形式获得收入。当前它的状态是盈亏平衡，说明已经具备自我造血能力。在 Nebius 的品牌矩阵中， Tripleton 扮演了一个稳定现金流加用户入口的角色，同时也能反向服务 Nebius 自身的人才管道。部分学员未来有可能进入 Nebius 的生态体系，形成一种教育与科技的闭环。第三个单元是 Tolaka。 如果你熟悉 AI 行业，你就会发现它和美国的 Scale AI 很相似。Tolaka 的定位是生成式 AI 与大语言模型的数据标注和质量控制公司。大家知道， AI 模型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算法和算力，更在于数据，而高质量数据需要大量的人类标注和筛选。Tolaka 在这个赛道耕耘多年，现在客户包括亚马逊和 Hugging Face 等大厂，说明它的标注和评估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是被认可的。更关键的是，它和生成式 AI 的发展直接挂钩。越多公司训练模型，
对数据标注和反馈环节的需求就越大。目前 Tolaka 的估值大约在130亿美元以上，这已经是一个独立赛道的巨投级体量。Nebius 将 Tolaka 纳入旗下，等于补齐了算力加数据两大关键资源，对外既能提供云 GPU， 也能提供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这种上下游一体化的布局，对比 AWS、Azure 来说很独特。最后是 ClickHouse， 这家公司在技术圈里其实已经很有名气了。它是一个开源式数据库管理系统，最初诞生在 Yandex 内部，用于处理大规模的日志和分析查询。后来 ClickHouse 独立出来，发展成全球知名的开源数据库。很多科技公司都在用它做大数据分析和实时查询。Nebius 目前持有它的少数股权，虽然不是绝对控股，但依然是 ClickHouse 的重要投资方和合作伙伴。这背后的逻辑在于 AI 云平台不仅需要算力和数据，还需要高性能的数据储存和查询系统。而 ClickHouse 在这一块恰好是全球领先的开源解决方案。Nebius 借此形成了一个基础设施拼图的闭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Nebius 的品牌矩阵并不是单点业务，而是自动驾驶、教育、数据、数据库这些板块一起，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既有当下收入又有未来成长性的综合型 AI 云生态公司。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市场的表现与挑战。我们先来看一下 Nebius 的股价表现。截至2025年9月12日，股价在 90.41 美元。从日内来看，波动区间大约在 86.78 到92美元之间。如果把时间拉长到过去1年， Nebius 的波动幅度就更明显了。52周最高曾经达到了 100.51 美元，而最低点只有 14.09 美元。这意味着在短短1年，这家公司股价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差距超过了7倍。这样的走势既反映了资本市场对它的高预期，也说明这是一只波动性非常大的成长性股票。今年以来 Nebius 的走势相当惊艳，从年初的20-30美元起步，股价一路震荡上行，到现在已经稳定在90美元上下。这意味着年内涨幅超过 200%， 远远跑赢了大多数科技股指数。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这波上涨呢？关键就在于2025年9月发生了一件大事。Nebius 宣布与微软签订一份价值 17.4 亿美元的5年期 GPU 基础设施合约，而且最高还可以扩展到 19.4 亿美元。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客户合约，而是一次战略级别的合作。微软作为全球云计算与 AI 的巨头，选择和 Nebius 绑定，等于是在它的商业模式上打上了一枚信任背书。市场的反应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合约消息公布之后， NBIS 的股价在几天之内暴涨了将近 50%， 而且一举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背后的逻辑也很清晰，投资者立刻把这份长期合约转化为对未来现金流的信心，并且重新评估了 Nebius 的成长空间。所以说，这不仅是一份大单，更像是一份增长保障。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这其中的隐忧。资本市场在热情的同时，往往也会放大波动。目前 Nebius 的估值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一旦后续财报数据不及预期，股价可能会出现剧烈回调。其次就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尚未完全稳定，虽然是有大单在手，但真正的利润释放还需要时间。另外，为了支持扩张，未来不排除继续融资，这也可能带来股东稀释的风险。我们刚刚提到 Nebius 股价飙升的背后，不仅仅是微软大单带来的市场信心，更重要的是公司还有一套清晰的扩张计划。在美国， Nebius 计划在2025年初让堪萨斯城的 GPU 集群上线，同时它已经在旧金山和达拉斯设立客户中心，并且将在年底前在纽约开设第3个中心。在欧洲，巴黎的 GPU 集群已经在本月上线，而在北欧，芬兰的数据中心则更具有代表性。Nebius 计划把这里的容量扩大到75兆瓦，几乎是目前的3倍，这将显著提升它在欧洲市场的供给能力。所以可以看出 Nebius 正在加速把自己从一个区域性玩家推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性 AI 基础设施服务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 Nebius 要选择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身份，而不是像传统创业公司那样依赖私募融资？对此 Warlock 给出了答案。首先，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极大的资本投入，无论是 GPU 集群还是数据中心，都是重资产模式。其次，在当前 AI 热潮的背景下，
公开市场反而成为了获取资本最便宜、最容易的渠道。最后，通过维持上市身份， Nebius 也绕开了传统创业公司那种频繁私募、谈判融资的路径，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本市场为扩张提供弹药。换句话说， Nebius 选择了一条相当特别的道路，既保持创业公司的灵活性，又保留资本市场的融资通道，这也是它被称作 publicly traded startup 的核心原因。在刚刚我们讲到 Nebius 的扩张计划和资本战略后，接下来就要放到更宏观的层面，看看它所处的产业背景与市场趋势。首先，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随着大规模和生成式 AI 的爆发式兴起，开发者和企业对 GPU 的算力的需求呈现出了爆发性增长。过去，很多公司选择自建数据中心，但随着模型规模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倾向于租用灵活、按需付费的 AI 云服务。Nebius 正是踩在这一股浪潮上，定位成新锐的 AI 基础设施提供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新的趋势正在发展，那就是所谓的新型云服务商正在崛起。传统的云计算市场长期被三大巨头主导 AWS、Azure、Google Cloud， 它们覆盖面广，服务齐全，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但是劣势在于定价高，算力资源紧张，采购周期也往往比较长。相比之下，新型云厂商通过聚焦 AI 专业算力，提供更灵活的 GPU 定制服务，更快的部署周期和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开始切入这片蓝海市场。根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专门面向 AI 的云基础设施市场可能会占到整个云市场的 15% 到 20%。所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边缘赛道，而是未来云计算格局中不可忽视的新板块。这就是 Nebius 诞生和切入的核心机会。那么，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里， Nebius 面对的竞争对手有哪些呢？首先，仍然是传统的三大传统巨头 Amazon Web Services、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 Platform。 他们的优势在于全球覆盖、全站服务、稳定的客户基础，但缺点是价格高昂、算力供给紧张、扩容周期较长。第二类竞争对手就是一批专注 AI 算力的新锐公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CoreWeave。CoreWeave 和 Nebius 都属于这一批新兴的新锐公司，它背后也拥有强大的客户群，比如 Microsoft、OpenAI， 并且具备快速扩张的能力。此外，像 Runpod、Lambda Labs、Vast.ai 等平台也都在提供 GPU 按需服务，特点是定价灵活，对开发者更友好，部署更快速。这些新兴玩家往往能够吸引预算敏感、对算力需求波动较大的客户群。第三个维度就是 Nebius 和 CoreWeave 的直接对比。一些分析师认为 Nebius 在全球布局和财务稳健性上略胜一筹，毕竟它有上市公司的壳体和资本市场渠道。但是 CoreWeave 在市场规模、客户积累和项目落地上明显走在前面，属于先发优势更明显的对手。所以 Nebius 想要突围，不仅要对抗巨头的资源优势，还要在新锐竞争者中找到自己的独特定位。那我们就来看看 Nebius 是如何在这个竞争格局里给自己定位的。首先，他选择了聚焦 AI 专业算力，不同于 AWS、Azure 那种全能型的云平台。Nebius 完全专注在 GPU、高性能网络和云平台的架构优化上，对训练和推理任务的支持做得非常深入。这意味着它不是什么都做，而是把资源集中到最有增长潜力的领域。第二， Nebius 强调多区域部署，它已经在欧洲和美国同步展开布局，比如美国的新泽西 Vineland 数据中心就是它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种布局一方面减少了对单一区域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让它更容易签下大型跨国合约。第三， Nebius 倚重大型长期合约来保障营收的可预测性。我们前面提到的与微软的 17.4 亿美元5年期合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个合约不仅可能扩展到 19.4 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让 Nebius 获得了顶级 AI 实验室和科技巨头的认可。对投资者而言，这样的合同等于是给 Nebius 的未来收入加上了一层安全垫。所以整体来看， Nebius 的战略定位就是专注 AI、全球布局，靠长期合同锁定增长。这既是它的差异化竞争点，也是它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高估值的逻辑。我们再来看一看 Nebius 的几大核心优势。第一是大客户背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与微软签订的 17.4 亿美元的5年期合约。这份合约不仅是 Nebius 技术实力和交付能力的证明，
更是市场信心的强心针。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大幅上涨，说明资本市场对它的认可度非常高。第二点是 AI 聚焦战略，不同于 AWS、Azure、Google Cloud 这种全能型云厂商， Nebius 选择了聚焦 AI 云算力，特别是模型训练和推理阶段，这让它的产品更垂直、更精准地满足 AI 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真实需求，不会像大厂一样面面俱到，而是专注于成为 AI 算力的专业玩家。第三点就是灵活定价和全球布局。Nebius 强调性价比和快速部署周期，对于资金有限的中小型 AI 公司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目前，它已经在欧洲、美国、芬兰、荷兰等地设立了数据中心，形成了一个覆盖国际的网络。这种多区域布局，一方面能减少对单一区域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能让它更容易拿下跨国合同。第四点是技术基因和国际化团队。Nebius 的底子来自 Index Cloud， 团队长期积累了搜索、数据和 AI 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剥离之后，公司总部设在荷兰，逐步塑造欧洲 AI 云的身份。这既带来了国际化人才，也帮助它弱化俄罗斯背景，让它更容易进入欧美市场。第五点就是资本市场优势。相比一般创业公司需要走冗长的 IPO 流程， Nebius 继承了 Yandex NV 的上市身份，因此一开始就能直接在纳斯达克融资，这给它带来了天然的资本市场通道，可以快速通过公开市场获得扩张所需的资金，而不需要完全依赖风投。整体看， Nebius 的优势就是大客户加聚焦战略加灵活定价加国际化团队加资本通道，构建出了一个和传统云厂商差异化的竞争壁垒。当然了， Nebius 面临的挑战也不少。第一个就是竞争压力极大，在上游，那些传统巨头依然占据着规模、生态和客户锁定优势。他们虽然价格高、算力周期长，但是客户粘性非常强。而在新兴玩家这边， CoreWeave、Lambda Labs、Rampart 等公司同样聚焦 AI 算力，而且动作更快，切入点相似，直接和 Nebius 在同一个赛道上抢市场。第二点就是盈利能力不足，尽管他拿下了微软这样的大单，但是 Nebius 整体还处在高投入扩张期，短期利润有限。财报数据显示，公司目前估值和市盈率都很高，投资人预期被严重透支，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业绩不达标，股价可能会剧烈波动。第三点就是客户集中风险，微软合同占营收比例极大，这种押宝一个大客户的模式在短期内很美好，但是长期来看却可能是一种隐患。如果未来微软不续约，或者是策略发生调整， Nebius 的业绩将受到直接的冲击。第三就是高估值和股价波动。今年以来， Nebius 的股价已经上涨了 200% 到330%，估值水平可以说非常高，市场对它的未来也给予了很高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小小的业绩不达标或者融资动作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的股价回调。第五点是资源与供应链压力。 Nebius 并没有像 AWS 那样的自研芯片，它在 GPU 上依然依赖英伟达的 H100、B200， 这类高端 GPU 本身供给有限， Nebius 必须和一众玩家一起抢资源，长远来看缺乏算力自主性。最后一点就是地缘政治影响。虽然公司已经剥离俄罗斯资产，总部也设在了荷兰，但毕竟 Nebius 的根子是来自 Yandex， 一些市场和客户可能仍然会对它的背景有所疑虑，这种隐性风险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所以说 Nebius 的挑战就是在于竞争激烈、盈利不稳、客户过度集中、供应链紧张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叠加，让它注定是一家高风险、高波动的成长型公司。在前面我们聊过了 Nebius 的优势和挑战，现在我们把视角放大一点，用 SWOT 框架来看。首先是机会， AI 行业正在经历一轮算力需求的爆发，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 GPU 支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Nebius 如果能抓住这个趋势，提供稳定可扩展的服务，就会有机会在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浪潮中占据一席之地。第二个就是大客户长期合约带来的稳定性，像微软这样的5年期合同不只是一次性营收，而是锁定了未来的现金流，对公司估值和战略布局都是一个支撑。第三就是 Nebius 的差异化定位，它选择专注于 AI， 这让它在市场切入点上具备一定优势，特别是在欧洲和中东这些地区，对本地化 AI 云供应商的接受度更高，政策环境也相对友好，这为它提供了一个比美国市场更容易突破的窗口。我们再来看一下风险，
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前面强调的高估值，第二个就是客户集中度过高，第三点就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比如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都可能让部分客户仍有疑虑。最后一个风险就是在竞争，所以总的来看， Nebius 站在了一个算力需求爆发的风口，机会巨大，但风险也同样不容忽视。它的未来取决于能否一方面扩大客户群体，降低单一客户依赖，另一方面在技术和供应链上建立更稳固的护城河。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收窄到 Nebius 的基本面，从股权、资本、风险、盈利、成长和估值6个维度来拆解，这样才能判断它当前的股价究竟是合理的成长性估值，还是隐藏了过度乐观的泡沫。我们先来看一下股权结构。 Nebius 的内部人持股比例只有 4.02%， 这意味着创始团队和管理层虽然保留了一定股份，话语权相对有限，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高达 42.58%， 并且在流通股中，机构持股占比达到 44.36%， 这说明资本市场的专业投资人对公司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更重要的是，目前一共有504家机构参与持股，这样的分散度体现了 Nebius 在华尔街的受欢迎程度，同时也意味着股价容易受到机构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影响，波动性可能更大。所以 Nebius 并不是一个创始人强控的公司，而是一个被资本市场主导的公司。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本结构。资本结构其实就是公司钱的构成方式，主要看它是靠股东的钱还是靠借的钱来运作。Nebius 的总资产大约是51亿美元，这反映了公司整体的规模。这里面既包括流动资产，也包括长期资产，比如数据中心、GPU 硬件、研发投入形成的资本化资产等等。对一家以 AI 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公司来说，资产规模本身就是竞争力，因为它能直接决定算力供给的能力。总负债方面大约是13亿美元，这个数字放在51亿的总资产背景下并不算高，说明公司并没有过度依赖债务融资。换句话说， Nebius 并不是靠借钱烧钱的模式在扩张，它还是以股权融资为主，这在资本市场上会给投资人更强的安全感，因为债务太高的话，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出现资金链危机。股东权益和资产比率大约是 74%，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比例。对投资人来说，这意味着 Nebius 的财务结构更像一家稳健成长的公司，而不是高杠杆冒险的公司。尤其是和一些互联网初创公司相比， Nebius 的负债水平算是克制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长期债务部分，大约是 9.8亿美元，这部分是公司未来必须逐步偿还的。而资本租赁大约是2亿美元，这主要是用于租赁一些长期资产，比如机房设施、网络设备等。虽然金额不算特别大，但这些支出会长期压在资产负债表上。总结来看， Nebius 不像一些激进型创业公司那样靠融资输血，但它也还没有到能完全自我造血的阶段。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正在建立稳定财务基础的成长型企业。接下来我们进入风险因素，因为投资一家公司不能只看亮点，还必须关注它的潜在隐忧。Nebius 的风险可以分为5大类。第一个就是高估值风险，目前 Nebius 的市盈率高达117倍，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对比来看，云计算和 AI 基础设施行业的平均大概在30到40倍，也就是说，市场已经提前给了 Nebius 一个未来10年的成长预期，这意味着一旦业绩出现差池，股价可能会有剧烈的调整。第二个是盈利波动风险，从营收数据来看， Nebius 的收入经历过极大的波动，2021年高达476亿美元，但到2022年逐渐降到1350万美元。虽然2024年的 TTM 已经回升到 2.49 亿美元，但这样的波动说明公司还在重建和调整阶段，投资人必须意识到它的收入曲线并不稳定。第三，客户集中度风险，目前 Nebius 的未来收入高度依赖微软的那份大合约，这个合约确实给了它一个巨大的背书，但是一旦微软在未来选择不续约或者是改变合作策略，那么 Nebius 的业绩会立刻受到冲击。第四点就是 GPU 供应链风险， Nebius 高度依赖英伟达的 GPU 芯片，而我们知道这些芯片全球供给紧张，不仅价格高，还需要和 AWS、谷歌云这样的巨头竞争。如果拿不到足够的 GPU， Nebius 的扩张计划就会受限。最后一点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虽然公司已经剥离了俄罗斯的资产，但是市场依然对它的 index 背景有所疑虑。在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下，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投资者信心。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股息。在 Nebius 的案例里，答案非常简单。
目前它没有股息，也没有分红，股息率为0。所以如果你投资 Nebius， 你完全就是靠股价的资本增值来获得回报，而不是靠分红。这一点在高速成长型企业里其实很常见，比如早期的亚马逊、特斯拉都长期不分红，因为他们需要把所有的现金流投入到扩张和研发中。然后我们来拆解一下 Nebius 的盈利能力。首先看 EPS， 也就是每股盈利。从未来预期来看， EPS 仍然是负的，大约是负 1.47， 这说明公司在未来几个季度内可能依然处于亏损状态，尚未扭亏为盈。对投资人来说，这意味着盈利拐点还没有到来。再看 EBITDA， 过去12个月的数据是负 3.08 亿美元，这代表公司在扣除利息、税收、折旧和摊销之前，经营层面的现金流依然是负的。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它表明 Nebius 还没有通过主营业务产生正向现金流，还是在靠融资输血来支持扩张。不过毛利率给了我们一点希望， Nebius 的毛利润大约是 1.34 亿美元，这说明它的产品本身是有溢价的，只是规模还不够大。换句话说，它在单笔业务上是赚钱的，但整体业务规模不足以覆盖高昂的固定成本，比如数据中心、GPU 采购和全球扩张费用。最后是净利润，过去12个月 Nebius 实现了 2.4 亿美元的正净利润，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这是受一次性因素影响的结果，并不具有持续性。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它短期盈利就认为它已经走上正轨。所以整体来看， Nebius 的盈利能力处在一个过渡期，毛利在增长，单笔业务有盈利，但整体运营还没有完全自我造血。对投资人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在于，一旦它规模化，盈利能力可能会快速释放；挑战在于，如果规模化进展不及预期，它可能会长期徘徊在亏损状态。接下来我们看成长因子。Nebius 的投资逻辑本质上就是成长，那么它的成长性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营收增长。我们看到它的收入从2022年的1350万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2090万美元，再到2024年的 1.175 亿美元，最后在 TTM 达到 2.493 亿美元。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早期高成长曲线，虽然基数还很小，但增速非常惊人。市场对它的高估值也正是基于这种高成长的期待。第二个是研发投入， Nebius 在2024年的研发费用高达 1.58 亿美元，占收入的 63%， 这在整个行业里都是极高的比例。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几乎把赚到的钱一大半都投到研发上了。这样的策略说明公司非常重视技术护城河，希望通过技术投入来实现差异化，而不是和巨头单纯拼价格。第三个是扩张计划， Nebius 已经在美国堪萨斯城、欧洲巴黎和芬兰扩建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它正在把市场从欧洲本土扩展到更广的国际范围。对客户来说，这种全球化的布局能够提供更低延迟、更高可靠性的服务；对公司来说，也能进一步拉动收入增长。最后我们来到估值部分，首先是市值， Nebius 目前的市值大约是 212.9 亿美元，对一家处于早期扩张期、尚未完全盈利的公司来说，这个体量已经相当可观了。这说明市场对它的未来成长性给予了极高的定价。再看市盈率， TTM 的 PE 高达了117倍，这远远高于行业平均的30到40倍。所以说，市场已经把它未来几年的成长预期提前透支到现在的股价上了。这就是典型的高估值成长股特征。市销率方面，目前是 85.4%， 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数字。通常来说，市销率超过10就已经算是偏高，但是 Nebius 的市销率达到80多倍，说明投资人对未来收入增长有着极高的信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成长不及预期，估值回调的风险非常大。最后我们看空头比率达到了 7.77%， 这说明市场上已经有一部分投资人对它的高估值持有怀疑态度，选择做空。换句话说，虽然大部分资金压住它继续上涨，但也有人在下注泡沫破裂。所以 Nebius 的估值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让公司有能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推动扩张，但同时也让股价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前面我们从战略层面和基本面角度已经看到了 Nebius 在行业中的定位，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进一步拉近，放到竞争格局上来看。在这部分分析里，我们会结合几个关键维度：股价表现、资本结构、营收成长性以及净利润和盈利能力。这些指标不仅能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 Nebius 在资本市场的真实地位，
也能让我们看到它在和 AWS、Azure、CoreWeave 等竞争对手的对比中，优势和短板分别在哪里。通过对这些维度的拆解，我们能更清晰地回答一个问题： Nebius 是在资本市场上具备长期竞争力的成长股，还是说它的估值里隐藏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首先，从市场定位来看， Nebius 和 CoreWeave 都属于 AI 云新兴，核心优势在 GPU 算力。相比之下， AWS 是全球云计算的龙头， Azure 在生态绑定方面最深，而 Google Cloud 则是以技术驱动，尤其在 AI 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换句话说， Nebius 目前还只是一个新入局者，而巨头们早已建立起强大的护城河。再来看市场份额， AWS 占据了大约 30% 的全球市场份额， Azure 在 32% 左右， Google Cloud 也有 11%，而 Nebius 和 CoreWeave 都不到 1%， 属于非常小的体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在增速上很亮眼，但在整体市场格局中，话语权还远远不足。接着是商业模式， Nebius 和 CoreWeave 都是 AI 专注型云服务，专门为 AI 算力、GPU 调度提供定制化服务，而其他几个公司则提供的是全站式云服务，不仅有算力，还有存储、数据库、安全、办公协作等一整套生态。这意味着巨头们能够形成捆绑销售，客户粘性更高，而 Nebius 的定位更像是一个单点突破的专业供应商，客户群体也有明显差异。Nebius 主要服务的客户是中小 AI 初创公司，再加上微软这样的大客户，而 CoreWeave 的代表客户是 OpenAI 这样的大型 AI 玩家。AWS 和 Azure 客户群体更加广泛，涵盖几乎所有行业和全球范围。Google Cloud 则是在全球行业客户基础上，对部分 AI 初创公司有特别的吸引力。这里可以看出， Nebius 虽然也抓住了微软这样的大单，但是整体客户结构还是比较集中，风险相对较高。在增长速度上， Nebius 的营收增速超过 100%， CoreWeave 则是达到了 300% 以上，属于高波动高成长的典型。相比之下， AWS 的增长大约在 13%， Azure 在 19%， 其中 AI 相关业务增长更快，有 27%， Google Cloud 增速大约在 25%。 这说明虽然 Nebius 和 CoreWeave 增速更加夸张，但这种增长可能不可持续，而巨头们的增长则相对稳健。那么在 AI 云计算行业中，格局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我们可以用2个词语来概括：寡头和新锐挑战者。寡头就是 AWS、Azure 和 Google 这3家全球巨头，占据了超过60%的市场份额。他们的特点是全能型，客户一旦进入就会被牢牢绑定在他们的生态里。所以说 AI 只是业务的一部分，但他们凭借庞大的规模和稳定的客户群，几乎掌控了行业的主动权。那么新锐挑战者的代表就是 Nebius 和 CoreWeave， 这类公司不追求大而全，而是专注在 AI 算力和细分领域。他们的优势就是灵活，定价更有竞争力，部署速度更快，更贴近 AI 初创公司和科研机构的需求。相比寡头的航空母舰，他们更像是快艇，更能在细分赛道上快速穿插，找到突破口。所以可以说，一边是寡头，掌握规模和生态，稳如泰山；另一边是新锐，主打 AI， 靠灵活和差异化突围。Nebius 就正处在这股新锐力量的中心。不过 Nebius 和其他新锐玩家又不太一样，他有一张真正的王牌，就是上市公司的身份。这意味着他可以直接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通过股权融资、公开市场的资金，他能更快地扩建数据中心，扩展 GPU 集群，把规模做大，灵活性更强。所以说，这让 Nebius 成为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挑战者。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同行业对比中的股价表现。先说 Nebius， 它的股价在过去52周里从14美元一路飙升到100美元以上，年涨幅高达 200% 到 330%。这背后的关键驱动力就是他和微软签下的那一份超级大合同，市场看到了大单进账，就会对它的未来有所押注，所以股价涨幅是非常惊人的。当然，这种快速的上涨也意味着估值非常高，波动也会变得很剧烈，市场其实是在下注未来。我们再来看 CoreWeave， 它的股价区间在33美元到187美元之间，目前稳定在111美元左右，可以看到涨幅也不小，但是和 Nebius 相比，它的问题是还没有实现盈利，这导致市场对它的高估值存疑，再加上空头比例偏高，所以股价经常大起大落，波动性更强。相比之下，3家巨头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云业务只是母公司的一部分，股价走势更多是由整个公司的业绩决定的，比如 Amazon 的零售、
微软的 Office、Windows 和 Google 的广告都会影响股价，所以他们的股价其实更稳定，因为是多业务加权平均。所以说不会像 Nebius 和 CoreWeave 这样因为单一合同、单一事件就剧烈波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本结构。Nebius 的市值大约是213亿美元，总资产51亿美元，总负债只有13亿美元，整体杠杆非常低，资本结构算是健康的。它主要依赖股权融资，比如公开市场增发、可转债，这就是上市公司独有的优势。它不需要过度依赖债务，因此财务风险比较小。CoreWeave 就完全不同，它的市值大约是547亿美元，总资产只有39亿美元，负债却高达15亿美元，而且大部分资金依赖债务融资，比如从 Blackstone 这样的私募巨头里拿到了超过80亿美元的债。所以说 CoreWeave 其实是靠借钱来扩张，财务杠杆极高，这也解释了它为什么 EPS 和净利润都为负，短期内盈利压力非常大。然后是三大巨头，他们的资本结构就不用多说，背靠母公司，动辄上千亿美元的资产规模，上千亿美元的长期债务，融资能力远远超过了 Nebius 和 CoreWeave。他们既可以发债，也可以依靠庞大的现金流，资本实力的差距让新锐玩家在规模扩张上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营收成长性。Nebius 的营收目前大约是2.49亿美元，规模还很小，但它的增长速度极快，属于爆发式成长的早期阶段。虽然基数小，但市场看到的是高成长性，所以愿意给出更高的估值。CoreWeave 的营收大约是35亿美元，比 Nebius 大得多，增长速度甚至比 Nebius 还要快，这让它在资本市场上非常受到关注。但是因为它依赖债务融资，盈利压力也很大，市场对它的成长故事会打一个问号。三大巨头就完全不同了。AWS 的增速明显放缓，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 Azure 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特别是得益于微软生态和 OpenAI 的绑定。Google Cloud 虽然增速领先，但是体量还是明显小于 AWS 和 Azure 的。最后一个就是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我们主要是和 CoreWeave 来进行一个比对。Nebius 的盈利能力非常不稳定，它的 EPS 是负 1.47，EBITDA 是负 3.08亿美元，但是毛利率高达 53.67%。这说明它的产品本身是有不错的毛利率，只是研发和扩张投入太大，导致整体亏损。它现在的净利润是 2.4 亿美元，但这并不能代表长期的可持续性。换句话说， Nebius 还处于烧钱扩张的阶段，而 CoreWeave 的盈利表现更是复杂。它的 EPS 是负 1.5， 但 EBITDA 已经转正，达到了正的 18.7 亿美元，毛利率甚至高达 74%。这说明它的主营业务效率其实很高，已经具备规模效益，但问题在于它依赖超过80亿美元的债务扩张，导致净利润仍然是负的，大约负11亿美元。CoreWeave 看上去赚钱，但财务成本吃掉了大部分利润。三大巨头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他们的毛利率普遍在 30% 到 40%， 规模效应已经完全显现了。所以从盈利角度来看， Nebius 和 CoreWeave 都在烧钱扩张，但是毛利率水平很高，未来一旦规模化就有机会转正，而巨头们早已进入了稳定的阶段，护城河更深。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分析师对 Nebius 的整体评级。从这张表格可以看到，目前覆盖 Nebius 的分析师一共是5位，其中1位给出了强烈买入，占比为 20%， 其余4位全部给出了买入的建议，占比高达了 80%， 而持有和卖出的人数都是0。也就是说，没有分析师认为这家公司值得观望或者需要卖出。这其实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在专业投资机构看来， Nebius 是一个典型的成长型标的，值得积极配置。尤其是在 AI 云计算这个高速成长的赛道里，分析师们普遍看好它的扩张能力和未来市场潜力。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这种一边倒的买入评级背后可能也反映出市场共识已经很乐观，甚至偏向于拥挤交易。换句话说，如果未来出现一点不及预期的情况，股价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 Nebius 在分析师圈子里的口碑相当好，几乎是一致看多的态度。但是投资者们也需要理解的是，这种乐观预期已经被写进了评级里，一旦基本面偏离，市场反应可能会更加的激烈。目前分析师们的一致目标价区间在77美元到130美元之间，可以看到这个区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意味着市场对 Nebius 的估值分歧不小。有人认为它应该在低位，也有人愿意给到比较高的溢价。如果我们取平均值，大约在 107.4 美元，和当前股价 90.41 美元相比，大概还有 19% 的上行空间。
这个数字在华尔街的语境里，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挺有吸引力的上涨潜力。毕竟，在很多成熟的大公司身上，你很难再看到接近2位数的上涨空间。所以，分析师的态度是 Nebius 还在成长早期，尽管股价已经涨了不少，但它未来的扩张和盈利改善依然有可能推高估值。当然，我们也要记住，这里的目标价只是基于当前已知的假设。如果后续 GPU 供给出现问题，或者和微软的合作不及预期，这个上行空间就会被削弱。反之，如果它在数据中心扩建上顺利推进，甚至超额交付，那么目标价也可能进一步被上调。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多空总结。我们先来看一下 Nebius 的多头逻辑，也就是市场看多它的几个关键因素。这里一共有5点。第一点就是 AI 需求驱动，全球范围内 AI 训练和推理算力的需求正在爆发，而 GPU 集群的稀缺性正在让 Nebius 的定位显得尤其稀缺。换句话说，它正好踩在了一个最火的赛道上，市场需求不用愁。第二是快速扩张，目前 Nebius 在美国堪萨斯城、巴黎都上线了 GPU 集群，同时在芬兰的数据中心还扩容了3倍，这说明它的供给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对一个早期玩家来说，能把供给能力摆在台上，本身就是一张很有利的底牌。第三，上市融资优势。Nebius 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保持了上市公司身份，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以相对低的成本来融资，支持基本密集型的扩张。相比起同类新锐玩家，这就是它的独特优势。第四是分析师态度乐观。从目前数据来看，5家覆盖它的分析师全部给出了买入或者强烈买入评级，而且平均目标价在 107.4 美元，相较当前股价依然有上行空间。这给投资者传递了一种市场一致性的信号。第5就是管理层背景。Nebius 的核心团队延续了 Yandex 的技术基因，具备相当深厚的工程和运营经验。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群空想家，而是一群真正在技术和算力上有落地能力的工程师团队。所以总结来看， Nebius 是需求火爆、扩张迅速、融资便利、分析师看好、团队可靠，这5个因素共同构成了市场看多 Nebius 的逻辑。当然了，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只有光鲜的一面，我们也要来看一看市场对 Nebius 的空头逻辑。第一点就是盈利能力不足。从 EPS 来看， Nebius 依然是负值，过去几年 EBITA 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虽然 TTM 净利润是正数，但整体盈利模式尚未被市场完全验证。第二点就是资本消耗过大，数据中心扩张是一个重资本的生意，每一台 GPU、每一个机架都是实打实的支出。如果融资环境收紧， Nebius 的现金流压力会非常明显，投资人担心它会陷入越扩张越烧钱的循环。第三个就是行业竞争激烈，大家不要忘了，它的对手可是 AWS、Azure、Google Cloud 这样的行业巨头。这些巨头不仅规模大，生态也非常完善。Nebius 想要在市场份额上突破，难度是极其高的。第4点是高估值风险。目前 Nebius 的市销率和市盈率都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种估值意味着一旦业绩波动，股价可能会放大反应，带来更强的波动性。第5点就是政策与地缘风险。虽然 Nebius 已经剥离了俄罗斯业务，但它的历史背景仍可能在某些市场上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说，一旦出现地缘摩擦，投资者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空头的逻辑主要集中在盈利模式没跑通、烧钱太快、巨头压力、估值过高和地缘风险。这些点一旦兑现，股价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总的来看， Nebius 本质上其实是一只高风险、高潜力的成长型股票，它走的是一条既有灵活性又有资本市场背书的独特道路。对于投资者而言，你是更看重它的未来潜力，还是更担心它的短期风险呢？如果你看到这里，说明你真的很硬核。当然不要忘了3连支持、点赞、留言并订阅频道，并且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感兴趣的公司名字，我们会优先安排呼声最高的企业做深度拆解。这里是 Money Doc Eric， 我们下期再见。